从叙利亚传来一个令我们倍感沉痛的消息，有2位战地记者死在了炮火之中。那么其中一位呢，名字叫做玛丽·科尔文，是一个55岁的女战地记者。除了她的女性身份以外，令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她在最近10年间一直在用一只眼睛观察战争，报道战争，在炮火中观察，用生命来书写，他是离战争最近的人。30年战地记者生涯，他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战地记者，他们究竟是怎样一群人？他们在险境中谋得记录战争。战地玫瑰分外香，为您揭开战地记者的神秘面纱。这位叫科尔文的女性记者呢，是美国人，最近这些年呢，一直在给《星期日泰晤士报》做报道，大量的都是有关战争方面的报道。那么今年2月22号呢，他和另外一位法国的年仅28岁的摄影记者奥奇利克2个人在叙利亚的霍姆斯市被炮火击中，不幸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当时他们是从新闻中心里往外跑，因为新闻中心遭到了不下10枚左右的火箭弹的袭击。最终呢，2个人呢没有能逃过这一劫。毫无疑问了，在这个事件过程当中呢，我们必须得承认玛丽·科尔文称得上记者里的英雄。那么这个玛丽·科尔文呢，她不是第一次到战场当中从事战争报道，她从事战地记者生涯已经有长达30年的时间了。你看他这只眼睛，他为什么会一只眼睛失明呢？就是在战争过程当中遭到的伤害。这是2001年4月16号，当时斯里兰卡国内呢爆发了内战，斯里兰卡政府军呢就警告从国外赶来报道战地新闻的记者，说你们千万不要到我们北部地区去，那个地方我们控制不住局面。可是这科尔文呢不听这一套，他觉得非常有必要呢报道斯里兰卡人民是怎样生活在枪林弹雨的水深火热中，所以他呢突破了封锁线，一个人就来到了斯里兰卡北部地区。采访完了之后回来的时候遇到麻烦了，遇到了斯里兰卡政府军一个小分队。当时双方语言不通，尽管科尔文一再举着手喊我是记者，我是记者，你们谁懂英语，但是政府军还是把他当作叛军那边的人开枪，打中了他的胸膛，好歹命保住了，可是弹片呢把眼睛弄瞎了。最可怜的是呢，如果当时得到及时的救治，他可能这眼睛不会瞎。可是当时政府军呢把他当作叛军那边的人，把他整整囚禁了10个小时，这10个小时以内他没有得到任何的治疗，于是他一只眼睛就这样非常可惜的失联。这是他现在为什么有着独眼记者这样称号这个来历，始终戴着一个眼罩，这也成了他的一个特征。当然呢，一只眼睛并没有耽误科尔文向世界传递战争的一线资料、一手资料。那是2011年初，当利比亚国内的局势已经开始糟起来的时候，当时科尔文面对面的采访了卡扎菲。当很多人骂卡扎菲的报道说这是个中东疯狗，吹捧卡扎菲的人报道这是一种非洲雄狮，这个时候只有科尔文发出了最强有力的声音，说卡扎菲是一个一直活在自己想象王国当中的一个强人。所以当时如此客观尖锐的报道卡扎菲，科尔文是第一个。当然科尔文呢，他如果没有之前无数次在战争场面的这种经历，他不可能能够获得这么多成就。当年他曾经走过科索沃，走过伊拉克，走过车臣，哪里边有战争他就到哪儿。在车臣的时候呢，他跟着车臣武装分子晚上他们挤在一个帐篷里睡觉，睡到半夜，这科尔文硌得疼了，觉得腰下边是什么东西，起来一看2枚手榴弹。所以这种出生入死的经历呢，在科尔文的这个报道过程当中是非常多见的。And there's been absolutely ferocious shelling this morning, starting at about 6:30 in the morning. There's been, it's very hard to tell exactly what, but it's certainly tank shells and mortar rounds, very heavy shells. Several buildings have collapsed. There's at least 12 dead. The only place that people are being treated, the field clinic. 而且科尔文在报道战争新闻的时候呢，有着一种深重的负罪感。他说你看，我跟这些战争当中不幸的人在一块儿，我通过报道他们，我出了名了，也得了利了。可是我把他们的故事榨干以后，我就像幽灵一样离开了他们的生活。
我觉得我对不起这些人。所以每当他产生这种负罪感的时候，他就想再回到战争那个环境当中，只有在那儿他才觉得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这样的女人，她是不习惯跟别人谈服装新款呢、时尚的什么的，她这些年来也从来没有闻过香水。那么说到这儿呢，有的观众朋友说，她图什么呀？作为一个女人啊，千里迢迢的跑到战争场面当中，承受着那种危险，她做战地记者的动力何在呢？这一点呢，咱们得给大家好好分析分析。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并不了解我们做记者这行这些人的想法。有那么句话叫江山不幸失人幸，什么意思呢？这国家呀乱了，江山不幸。但是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呢，这是幸运的事儿，赶上大时代，赶上混乱场面，可能什么乱世佳人啊、战争与和平啊、红楼梦啊，就此伟大文学作品就诞生了。那么作为记者也这样讲，这个事情发生的越大，可能记者的用武之地越大。所以当有大的战争场面的时候，好多记者是愿意主动请缨到第一线的，来体现自己的新闻理想和新闻价值。第二点也很重要，有很多记者呢，比方说在正常的采访环境当中，他可能限于他的知识能力啊、思维能力啊，再一个采访能力啊不够，他很可能做不出更好的成绩来。可是战地记者他的门槛往往很低，你说他高，他是胆大不怕死啊；说他低，我来到我看见，只要你出现在这个地方，背景是战争场面，我拍了东西，我做了报道，基本上你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那么只要你胆子够大，足够能冒险，建功立业的机会大把都是。所以有很多人呢，愿意承担着巨大的风险，进入这个门槛相对低一点的行当，给自己获取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个呢，我举个例子，大家就能理解。在这个2003年非典的时候，咱们这个电视台有个记者，女记者还是，她当时呢籍籍无名，谁也不敢到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去，害怕被传染。她敢，她进里边采访拍摄，一下子就火了。当然我们说火，她自身素质也很关键，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遇，并且她抓住了的话，她后来什么时机能火起来呢？这就很难说了。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总结，你会发现呢，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都有一个前提，他必须胆子要大，必须有一种大无畏精神，敢于承担风险。就像历史上有位著名的这个战地记者，名字叫卡帕，他说的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他说，为什么你的战地新闻摄影这片子拍得不好？那是因为离战争场面不够近。你看这次在这个跟科尔文一块采访过程当中牺牲的这位年仅28岁的法国小伙子奥切利克，他就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换来了好多好的照片，包括他去年采访利比亚，包括现在的采访叙利亚，以及他在第55届何塞摄影大奖当中获得的1等奖，都说明他自身这种大无畏的气质。那么下面呢，我们来欣赏一下他拍的战地图片以及历史上一些经典的战争场面的摄影作品。我们是等于近距离的看了好多活灵活现的战争场面，这些场面大家就会发现，如果你不离得足够近，没有足够的素质，没有稳定的心理素质，你不可能把这些画面栩栩如生的再现给我们所有的观众。那么历史上呢，在这个战地记者当中出现了无数英雄豪杰。简单举个例子吧，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海明威，写过《老人与海》那个，被称为文坛上的第一硬汉。他就是一位战地记者，因为他呢想参军，结果呢身体素质不够，他就报了战地记者。最后在战场上呢，他等于身上中的这个弹片呢，还有弹头经过手术取出来200多片。那么作为一个战争记者来讲，像我刚才说的，你要想拍出这种作品，做出更好的报道，你必须具备一定的素质。你光胆大不行，你到那去你是胆大了，战争场面我们知道随时随地可能发生危险，你如果很鲁莽的不知道规避这些风险的话，你的命可能随时都没了，你还怎么做报道呢？所以战地记者在决定走向前线的时候，他会有不少的准备。什么准备呢？首先一个，他要接受危险环境的一些训练，主要是军训。你看部队的士兵会什么？比方说匍匐前进呢，随时挖这个防御工事包括射击这些，包括队列各种各样的这种训练，战地记者往往都要沾点，都要懂点。但是懂归懂，他还不能像士兵那样带着枪。如果你要带着枪，就会被双方的某一个势力认为你是对方一伙的，
你也是士兵，就有可能先向你开枪。所以一般来说，战地记者不能带枪，而且士兵们做的这些东西，你尽可能听他们号令。比方有人喊卧倒，赶紧得趴下；挖坑，你赶紧得挖坑。在战场上刻不容缓，1-2秒之间就可能决定你的生命生死存亡。还有一些细节你得会，你得要到当地之后学会当地的话，尤其是媒体啊、记者啊、朋友啊、好人呐、no， 像这些词儿你都得会。而且还有的战地记者要求呢，身上得随时带着香烟呐、巧克力啊、口香糖之类的，随时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显得我没有敌意，我是你的朋友。所以这些你看，我刚才说这个行当门槛相对低，你胆大可以来，因为没有人逼着你来，都是你自愿的。但是你到了这个环境，你要想干出成绩，非得把自己这方面的综合素质有大幅度的提升。那么战地记者里边呢，也分好多种类，有的是什么呢？我事先预设立场，随军记者，就我随着我的部队出去，我就报道我这方面的事儿。第二种的这个战地记者呢，是属于呢，他也有一定立场，可是呢，他也包含着一种批评态度，骨子里头呢可能是反战的。这个我举一个经典例子，就是二战时候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丘吉尔就是战地记者出身，他当年呢曾经到印度采访过，曾经到苏丹采访过。到印度和苏丹呢，都是因为英国的殖民军镇压当地的起义。那么这个时候他的报道呢，应该说有一定倾向性。他并没有说呢英军在当地的胡作非为，也没有提到英军把这些起义者逮住之后残忍的枪杀。可是呢，丘吉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却抓住了英军在当地一些不恰当的举动。你比方说，不知道保护当地资源呢，不知道怎么跟当地搞经济合作呀，而且表现的呢，对英国国内的政治局势不关心，孤悬海外。这种批评呢，应该说很大程度上获得了大英帝国这些子民的欢心，认为丘吉尔是个有正义感的人。他在二战时候竞选首相那个时期，英国人普遍拥护他，因为他当过随军记者，枪林弹雨他经历过，他不怕，他有这个素质。所以等于丘吉尔呢做战争记者的过程当中呢，报纸给了他非常高的报酬。那么这些报酬呢，拿回到国内呢，丘吉尔用来投资，给自己积累了一定的资本，既积攒了自己的经济基础，同时又使自己增长了无穷无尽的政治资本。所以这丘吉尔呢，是我们说既有一定立场，同时又不乏批判态度。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科尔文呢，他是第三种记者，我们管他叫无国别记者。就是他报道的态度是呢，我不倾向任何一方，我只是报道战争的残酷，战争的人道主义灾难。他为什么这样做呢？科尔文曾经对记者说过，说我呀知道战争过程当中呢，交战双方都不愿意把真相披露出来，因为往往真相里边必有一些是对他们不利的。你像伊朗伊拉克打仗，伊朗说啊，今天我歼灭多少人，我保护了多少我们的子民；伊拉克说今天我打败了他们多少，缴了多少枪，我保护了多少人。那么为了把战争的真相呈现出来，科尔文呢是秉持着特别公正的立场出现的。所以你看刚才我说这个，这是战争记者的一些种类。那么说到这儿呢，有的朋友说，那个你说了这么半天都是什么海明威、丘吉尔、科尔文，都是外国人呢，那咱们中国尤其最近这些年来，有没有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优秀的战地记者呢？当然有。我下边要说到这三位啊，就是这些年来涌现的优秀的战地记者，他们是唐时增、水均宜、吕秋禄威。这三个人呢，从1991年开始报道了大量的战争方面的新闻。由于他们深入到战争第一线，出生入死，给我们带回来非常真实的报道，同时使中国记者在战争新闻报道这个领域在世界范围之内出了名了。因此这三位呢，也都是陆陆续续的进入到现在很多这个院校里边新闻专业的教材里边，所以他们也成了新闻界的偶像，同时呢也走进了大众生活，成为大众当中的媒体偶像。你看唐时增，唐时增是新华社的摄影记者，外号叫唐老鸭，我跟他也很熟悉，圆圆的脑袋，圆圆的眼睛啊，还剃个光头，这些年身体不太好，这病都是当年呢当战地记者时候做下来的。那么唐时增的报道呢，很多时候让我们耳目一新，因为那个时期中国跟战争已经似乎隔绝了很长时间了。那么到91年呢，等于说中国人不接触战争已经有10多年了，而且战争的形势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原先可能是那种一刀一枪的拼子弹的之类的，直接是军队很多人在这里边肉搏。
可是进化到90年代的时候，整个的战争进入了立体化战争，无所谓前方后方。当时唐时增给我带来的报道就说到，说其实啊，现在战争很少会伤及到平民，因为现在的导弹呢、火箭都非常准。什么时候会伤及平民呢？这个导弹在空中它的制导系统坏了，被干扰坏了，有可能打到不该打的地方。如果它要是没坏的话，会非常精准，说打你这个国家的电视台，它绝对不会打到旁边的平民区。所以这是唐时增当时1991年的时候在巴格达待了5个月，他就有很多全新的体会。你再比如说，他自己当时觉得呀，战争对自己危险不大，我又有头盔又有防弹衣，后来才发现这个东西没用。真是立体化战争的话，人你都看不着，一个炮弹过来，你穿多少层头盔防弹衣，它也没用啊。所以当时唐时增带给我们更多是什么？战争新鲜的地方。咱没听说过这个。那水军仪呢？大家都熟悉，这是中央电视台著名的主持人。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水军仪。他在伊拉克战争当中呢，是冲到了第一线。水军仪当时就说那个环境下，你要想抓住点好的新闻，就得违规。怎么违规呢？伊拉克那个时候，无论你谁去采访，都会派一个跟随的人，你跟着，不让你进这，不让你进那。你为了抓点新闻，你就得逃脱他的控制。可逃脱之后呢，伊拉克可能呢会把你这记者关紧闭，或者是呢限你72小时、48小时离境。但在这种情况下，水军仪抓回来不少不错的画面和新闻，这是因为当地有些朋友告诉他一些诀窍。他说有的地方明明让采访，把门也不让进去，为啥？要钱。连年的战争，伊拉克人很穷，有的时候对金钱的这种渴望很大，所以你给他钱都有技巧。你兜里本来你想给他50美金，你别着急，先拿20美金啊！我要采访这个教堂，你能不能给你20美金，门给我开开，然后各屋通知一下，帮我找着采访对象，都忙活完了，我再给你30美金。他为这30美金，一通帮你忙活。可是如果呢，你先把50美金给他，他把门开开让你进去，隔一会儿就得撵你，为啥？他还想在你兜里再榨出50美金来。所以你看，这种战争环境之下的是小智慧或者小小的阴谋诡计，有时候真能帮助战地记者能弄回来大量的好劲。那么下面我说这位更难得，他是凤凰卫视的吕秋露。大家可以看到爆炸的威力相当的大，我左手边的这些楼房到马路对面差不多相隔了30-40对面的楼房都可以看到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作为女记者，人家给她送个名字战地玫瑰，她也是多次到前方去采访，她也是女记者里头一个到阿富汗战场去采访。我们知道2001年的时候，美国911事件之后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战争，吕秋露是比较早的到这采访，后来2003年又到伊拉克采访。他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跟身边很多的人说我们呢没有特大的危险，为什么呢？现在这个导弹打的都很准，不会轻易无故的打到记者的新闻中心上。可是他怀着这样的心态去的时候，才发现事情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为什么呢？你防得了这个导弹之类的，可是当地的治安状况特别复杂，政府军、反政府军多方的势力交火，难免就会有流弹不长眼睛打上来。他们在自己工作的露台上都要把这个摄像机架着、照相机架着，然后在露台上筑起点防御工事，别哪流弹过来不长眼睛把自己打着。而且更可怕的是，他在伊拉克采访的时候呢，好多伊拉克人花10几美金在市场就能买到枪，花几十美金就能买到 AK-47 这组装的。所以伊拉克人呢，好多人都有枪。这个有枪之后呢，一开始是为了防御自卫，可后来呢，有的人就变成攻击了，甚至有的人发现内心的不满或者庆祝什么活动，哒哒哒哒哒就开枪。你想想，你说这要是人，他今天一高兴要赶上个精神错乱的，你这得多危险。所以战争年代啊，容易把人的思维啊整个给压扁了，甚至压得崩溃了。所以在这样的场面下，你如果去采访，那可以说风险是无处不在的。他和我们这个和平地区搞那个调查的记者说你调查地沟油这些黑幕什么的有可能有危险还不一样，这种危险你是可控的，而战争过程当中采访的危险是完全不可控的。那么这几年呢，像唐时增、水军仪、吕秋露这样的记者呢，给中国在这个战争报道过程当中呢长了不少脸，这是体现我们作为一个大国，体现中国的媒体要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看很多西方国家对一些突发事件的国际突发事件的报道，就国外的事件报道，你会发现呢，他有报道组去深入到第一线，
带给我们非常详实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做到这样，不就可以向世界发出强有力的中国声音了吗？如果人家对我们有些看法，他又扭曲一点的话，我们怎么样拿出强有力的证据来反驳这些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新闻报道呢？在世界范围之内发出强有力的中国声音。那么今天呢，我们这期的标题呢叫战地玫瑰分外香。我们是想通过这样一期节目呢，向已经逝去的玛丽科尔文致以我们崇高的敬意。那么战地玫瑰分外香这个题目来自于毛主席的一句诗词，叫战地黄花分外香。我们最后呢也把这首毛主席诗词献给这些可敬的战地记者。这首诗词是这样写的：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辽阔江天万里霜。那么说到打篮球有一点没什么争议，就是咱们黄种人的身体素质跟黑人确实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所以说自打姚明在 NBA 打出名呢，咱们充分关注 NBA。现在姚明退役了呢，很多人就不看 NBA 了，觉得跟我们没关系了。可是最近呢，在美国 NBA 的纽约尼克斯队却冒出了一个和我们一样的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小伙子，全美上下掀起了围绕他个人的一股风暴。别说中国人，美国人都没有想到天上掉下来个林书豪。这位就是美国纽约尼克斯队的后卫，他也是第一个美籍华裔加入到 NBA 的。那么这个小伙子呢，当时纽约尼克斯队的成绩胜率不到 50%， 输球数多。他一上来就是他由一个替补队员板凳队员上来就带领着纽约尼克斯队打出了7连胜的成绩。球迷还给他编个顺口溜，形容他火箭一般的上升速度，说这场比赛打得太好了，数据都有点令人咋舌。1场拿首发，2场28， 3场2双拿，4场擒慢8， 5场周最佳，6场现绝杀。那下面我们看一个片子，咱们看看林书豪是怎么突然间就火起来的。2012年2月5日，对于一个拿着非保障性合同寄宿在队友家沙发上，随时面临被辞退危险的 NBA 华裔球员林书豪来说，这是梦幻般的一天。25分，7次助攻，林书豪替补出场，打出豪华数据，率领纽约尼克斯战胜新泽西网队，一仗而名满天下。在随后的几场比赛中，林书豪各项数据连创新高，并率领纽约尼克斯队打出7连胜。一时间，林旋风刮遍赛场内外，引起媒体球迷的疯狂追捧。林疯狂，林书豪成为各大媒体头条。2012年2月14日 NBA 官方宣布，林书豪当选2月第2周东部最佳球员。2012年2月15日，林书豪登上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时代周刊》的文章中写道，林书豪给篮球文化带来了改变，让更多的亚裔球员参与到篮球运动中。那么我们说林书豪这个火为什么说中国人美国人都没想到呢？以往你比方说迈克尔乔丹像这样的天才，他一进入 NBA 大家对他充满希望，所以乔丹打出这样的表现大家不奇怪。关键是林书豪原先可以说是很低很低，现在突然间一下到这儿了，你说你能不对他刮目相看吗？说林书豪低到什么程度呢？他是2010年进入 NBA 的，那个时候他本来以为选秀洛杉矶湖人队会选他，结果一直等到最后湖人队也没选。林书豪当时是非常失望的，因为也说明他当时呢不受 NBA 这些教练的青睐。后来他到了金州勇士队，又到了火箭队，这2支队都先后把他裁掉了，他等于就是在 NBA 里流浪，等着等着，总算到去年12月28号，纽约尼克斯队把他收了，跟他签了一份非保障性合同。什么叫非保障性合同呢？说白了就是我们说的临时工，你来了，你先在我这打着，我看看你行不行，要行的话呢，我就给你留下，留下之后呢，我1年给你支付个基本是最低工资，多少钱呢？76万美元。NBA 现在平均的年薪都接近500万美元，你算76万美金，这是 NBA 最低等的工资了，几乎是。林书豪本来在2月份的时候，尼克斯队一看他要不行，就要把他裁掉了。可没想到到2月初的时候，尼克斯队2员大将斯塔特曼尔和安东尼都因为各种各样原因不能打了，林书豪一下子从坐板凳上进入到这个轮换阵容里边，没想到他一下子抓住机会打进首发，接下来一直到现在，林书豪
打了10多场比赛，我们看这个表现太令我们吃惊，篮板呢、助攻啊、抢断呢，这些技术基本上是样样都能拿得起来放得下。所以林书豪给大家带来的震撼呢，是他原先是如此的籍籍无名，突然间一下就爆发，就成这样了。那么以前林书豪是什么位置？林书豪原先就是呢板凳最末那位置，旁边就是饮水机了，俗称管它叫看饮水机的，在这坐着。然后呢，主力队员扣篮或者打出好球来，他在场下赶紧站起来欢呼2声，然后晃荡毛巾，或者主力队员下来了，听教练来给说暂停的时候，他上去把毛巾递给主力队员，跟主力队员击一下掌。你要表现的不积极的话，教练看你还来气呢。林书豪原先就是从这底层突然一下子就上来，就火到这个程度了。不光说美国那边，你看中国这边他受欢迎的程度。最近我身边凡是关注 NBA 的人，没有人不谈林书豪的。林书豪长，林书豪短。那么下面咱们就得说说林书豪他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头一个咱们必须得说的啊，林书豪长得和我们差不多。刚才我说了，这个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龙的传人。这样呢，林书豪虽然出生在美国加州，他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啊，在美国出生，可是他父母呢是从台湾过去的，来自台湾彰化。他父母都是搞理工的工程师，他父亲的祖籍呢在福建，他母亲的祖籍在浙江，所以你从根上来讲，这确实是龙的传人呢。咱们跟他当然就心理上就非常亲近，所以这是很重要一点。他跟我们一样，在咱现在如饥似渴呀。姚明退了，易建联在这待的不咸不淡的，易建联在达拉斯小牛队现在也就是看饮水机的，捞不着上场，一场得几分不错的了。所以这个时候林书豪出现，正好填补了黄种人的缺儿。所以你想想咱们中国老百姓看他能不喜欢吗？那么第二个原因呢，你看咱们现在报纸、杂志、电视台一个劲儿炒林书豪，为什么？做这个节目的要没有关注度，他也没法挣钱。姚明打得好那时候，是这些篮球媒体赚钱赚的最多的时候。姚明一退了，咱们实事求是讲 ，NBA 收视率直线下降，篮球类的报刊都不好卖。这个事说实在的，不用我说，大家也明白，那关注度低到什么程度。好不容易冒出个林书豪，再不借这事吵起来，你让这些媒体喝西北风去。所以这些媒体得起劲的炒林书豪。所以我们在各种媒体都看林书豪都是打。所以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另外第三点，我想这是潜在的一个原因，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这个。林书豪的身体素质并不怎么好，1.91米，在 NBA 里不是个个，而且你看他身体对抗各方面，那跟小黄的詹姆斯是没法比的。块头你说像奥尼尔那样，那不可能的。他从后卫上的灵敏度来讲呢，他也比不过以前的乔丹德雷克斯勒，跟现在的什么罗斯啊、耶斯弗鲁克呀，跟这些人比他都要差。正因为如此呢，小个不高，完全靠篮球智商打球，在场上阅读比赛能力、判断传球啊，都是第一，聪明。所以这给了我们很多呀，中国年轻人打篮球带来了希望。咱不一定非得长姚明那么大个，不一定非得像乔丹似的那素质那弹跳。你看这样素质平平的，一样能打球。我要好好打，也能这样。我篮球智商高也可以。所以这种平常人靠着勤学苦练，靠着聪明才智来出人头地，这符合国人的欣赏水平。那么在美国，现在这个林书豪也火得不得了。在美国那边火，他的原因受美国人追捧，和中国人略有不同。首先有一点呢，林书豪在美国人眼里打破了亚洲过去的在美国留下的这些移民的一个印象。美国人都承认华人很聪明，但是呢，对华人的总体印象是什么呢？叫头脑发达，四肢简单。认为这个华人呢身体素质不是那么特别突出。他们眼里看华人呢，聪明够聪明，但是不够性感。而林书豪一出现呢，打破了对华人这种印象。林书豪几乎是你是球技呀、为人呢，信基督教，很谦虚，而且头脑很聪明，这几乎就是非常完美的华裔形象。所以美国人看他就很特殊。第二个呢，林书豪就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接受的美国式的教育，他的篮球基因是美国的篮球基因，所以很容易美国人就能够近距离的欣赏他，知道他怎么回事，知道他为什么打这么好。另外有一点你别忘了，美国人
特别推崇美国式的神话，美国式的奇迹。什么叫美国奇迹？以前我节目里说过，美国人认为的奇迹呢，就是只要你不停地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你会成功的。典型的例子，我们看汤姆汉克斯演的《阿甘正传》，那不就是不停地往前跑，总有一天你会成功。而林书豪的成名呢，恰恰就跟美国这种好莱坞式的奇迹有关系。不起眼的小人物，努力，坚持再坚持，一下子出人头地了。这是有好莱坞情节的励志神话，这一点非常符合美国人的口味。所以这几点揉到一块，中国人也喜欢他，美国人也喜欢他。可是咱们实事求是说，这打铁还得本身硬，再喜欢你，你球要不行，那早晚也不行。要解释清这些问题啊，咱们必须得仔细的说一说这个林书豪的技术特点。你要了解他的技术特点，你就知道他到底能火多久。咱们先说林书豪阅读比赛，每当他运球过半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习惯呢，首先一个他是先找场上的队友，他不是先奔自己有什么机会，而先看队友的机会，然后想法及时传球。所以说林书豪具备大将风度。你再说他得分，林书豪得分呢，有第一点是他上篮时候多，他上篮的特点，林书豪左右手均衡，左手能上篮，右手也能上篮，都能上篮。而且上篮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手指动作特别柔和，轻轻的一伸，啪，潜到篮里边去。而且他在篮下呢，左边、右边、前边、后边各个角度都有不同的手法上篮，能上进，手感相当好。所以林书豪这个上篮是一大特色。在体现他打快攻得分上，你看着好像他速度并不快，正好就比你快一步，你这打帽的过来了，他也把这球进了。而你要真追得狠了，人家不强行上来，不咔嚓来个暴扣，不是歘停下来急停，然后跳起来打板进筐，就有点像邓肯那种得分方式。所以这样淳朴的打法呢，使他在场上简单高效。你再看他的投篮，林书豪投篮是在中距离多，他的中距离投篮特点是抓时机。你像他跟队友打那种挡拆，他打的特别好，挡拆你要拆好了，基本你想打投打投。而这个林书豪在中距离投篮这块是他的强项，这个距离你来回游走的话，命中率还不低，而且对方防守你还困难，范围非常大。所以林书豪呢，在投篮这方面，这一点运用的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你看，你综合林书豪这些技术特点，你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林书豪不是一天练成的，他真不算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有这么扎实的基本功，一定是他以前就勤学苦练。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基本功各方面很扎实以外，你必须得承认这个人的心态非常好。我甚至把他看成个美国的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你看咱们电视剧《士兵突击》里那许三多不就是吗？甭管别人怎么说我就该干我的，而且我就按我一个节奏来，我不受你影响。其实在 NBA 这样一个名利场里边，能够像林书豪这样做到不受外界影响，我孜孜以求，我就在这等我的机会，这个人真是凤毛麟角。他为什么能做到这点？咱得说心态平和。为什么心态平和？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每次翻圣经的时候说的最多的背诵最多的一段话是什么？是圣经里边一个章节，说人生需要忍耐，忍耐带来历练，历练带来盼望。他是把自己每一段不如意的时候当作是一种历练，他能忍得住。所以这样的话呢，他的心态特别平衡。就我们古书里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自己受大伙追捧了，你看他现在显得很平和。他之前那段很苦的日子呢，他也没觉得怎么样。他颠沛流离的时候，在纽约尼克斯队最开始要他的时候，他都不敢租房子，因为房子租金很贵，他不知道能打多长时间，经常在队友家的沙发里那么凑合一宿。你想那种日子他过的都不会觉得多苦，他始终忍耐着等待着自己的希望。而且那种日子不好过在哪儿呢？你比方纽约尼克斯队的更衣室里边，一般都是一个大牌球星旁边安排个无名小，为什么呢？更衣室里边很多记者来采访，这一采访里三层外三层，把这地方占上来。如果你旁边也是个大牌球星，人家洗完澡回来换衣服，人家不干，你是闪个劲，你放无名小卒他就得忍着，那谁让这老大哥是大腕在这呢？林书豪在纽约尼克斯队他的更衣室，他更衣间就挨着谁？挨着斯塔德迈尔。现在呢反过来了，一大帮人都采访林书豪，没多少人理斯塔德迈尔了，把地方占上。斯塔德迈尔人千万级的球星啊，回来人家也不干呢。林书豪每次赛后开新闻发布会，他不回到更衣室，赶紧匆匆的把衣服穿好了，来，咱们到另外一个屋开新闻发布会。等把这些记者打发走了，他再洗澡，他再重新换衣服。
你看，就说林书豪这种为人处事啊，在 NBA 这样一个名利场里，他是非常讨人喜欢。林书豪火了，他的横空出世似乎填补上了姚明退役、易建联低迷带给中国球迷的感情空白。与此同时，中国球迷也对林书豪的前程产生了许多疑问和期许。他能火多久？他有着多大的商业价值？现在这个林书豪呢，说实在，我考察了一下，国内好多的商家等着呢。意思我看你再火多长时间，你哪怕再火一阵，我再在你身上投入广告，让你干嘛？有的人说，那林书豪挣钱不得靠咱们这边啊，就得让他最好赶紧到中国来啊，在中国这多有影响力啊，他能挣大钱。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人林书豪啊，更大的市场在美国，不在中国。他跟姚明不一样，姚明2004年以后呢，基本上没接美国那边什么多的广告，都是中国大陆这一块的。因为毕竟姚明这是骨血相连，而林书豪咱们实事求是说，他根本就不是中国人，他就是个美国人。所以咱们看待林书豪的时候，必须得认清这一点。林书豪用这个时髦点话是什么？就是 banana 香蕉，黄皮儿里边瓤是白的。你别看外边他是黄种人的皮肤，里头的思维观念都是美国白人的思维观念。这个过去就像我曾经接触过张德培、关颖珊那个花样滑冰那个女冠军，张德培打网球的，有不少朋友对他俩熟悉。张德培就是典型的 banana， 黄皮儿白领儿。我当时我记得我跟张德培就交谈过几句，我发现他的中文他就会说这句，我的中文不太好，对不起，就会说这么几句。你跟他聊一聊，你发现他的思维方式完全是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在客观上来讲，他最大的市场在美国，也是不在中国。你就是说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再劝之以利，你都不可能把林书豪给劝过来。即使林书豪就是中国人，我们每个人也应该想想，人家有人自己的发展，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NBA 是篮球梦想当中的天堂。林书豪假如真是个中国人，我也由衷的希望他在美国发展，而不是回到中国来发展。这从打篮球角度来讲，对他来说是帮助是最大的。尽管咱这么说，但有一个话题摆在我们面前，很多人都在思考，说林书豪1.91m打后卫打这么好，咱中国男篮就缺个后卫啊，那咱们自个儿能不能培养出一个林书豪来呢？我不是打击大伙的士气啊，不可能。首先一个是林书豪这样的打法，得是他在小时候基本功特别扎实，他才能到现在。篮球智商是靠小时候基本功的培养，而不是靠你身体素质多好。说那中国这个基本功，你大家注意看中国民间的篮球训练，由于咱们高端资源都在上面，CBA联赛、国家队，中国基层的篮球教练水平非常低，很少有教练愿意把精力，优秀的教练扎根到基层带孩子。所以中国球员，你现在看 CBA 里的中国球员，就基本功很扎实的极少。在我们这种训练模式，你就不可能训练出全面的这样的基本功好的篮球人才。为啥？先看大个，大个有发展呢，把大个整来，然后大个跟大个训练，小个呢素质好的找来，小个跟小个训练，不掺和到一块儿，为了培养好苗子。这样一来，一种功利意识造成的呢，大个天天练起不来速度，小个天天练练不了对抗。你等美国大个小个跟一块练，小个跟大个把对抗练出来了，大个跟小个把速度带起来了。所以你看咱们 CBA 培养球员，那个小个基本突破上篮能力很差。你看林书豪那个突破，咱们的小个突破上篮到篮下只能硬造对方犯规，闪展腾挪都很差，对抗不好。而大个呢，不是速度慢，就是篮下的技术，你看着你自己都替他着急。所以我们这种培养运动员基本功的这种方式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第二个呢，如果林书豪的父母是在中国大陆，他不敢在林书豪身上赌，不敢就说让他一个劲儿打球。为什么呢？中国体和教是分开的，美国体教是结合的，从高中联赛到 NCAA 大学联赛一直到 NBA， 体育跟教育是结合的。中国体育跟教育是分开的，你要想直接做专业运动员，那你可能从上初中开始你就不上课了。那你想想，如果这孩子不是天赋特别好，不是说姚明初中就长过2米了，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家长能不能冒这个险，说你别上课了，你就练体育去吧？那将来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体育没练出来，学习耽误了，什么都不是，到社会一技长没有，成了废材了。哪个家长愿意冒这样的险？你肯定不愿意冒这险呢。美国的体育教育是结合到一块的，我怎么打球我不耽误上课，它有非常好的一种体制。
中国在这方面培养就不行，体教是分开的。而这个篮球咱要想能够成为世界真真正正的强队，没有2、3试点，没有2、3代人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我们离培养出林书豪那个距离还不是一星半点。那么眼下呢，咱们回过头说呢，这个林书豪啊，我在这也跟他开玩笑，有人提出林书豪这样下去啊，有3个危险。说这是要给林书豪泼冷水吗？是。说哪3个危险呢？第一个危险，林书豪啊，已经名气这么大了，有很多人对他也是羡慕嫉妒恨。第二个呢，你这原先你看你默默无闻，突然一下就火成这样，都成神偶像了，有可能方舟子要挑你毛病了。方舟子要跟林书豪说，你这球是别人替你打的呀，是不是你叔叔替你打的，你爸爸替你打的？哎，有这个可能。第3可能更有意思，咱们知道我们有个网络人物叫凤姐，现在跑到美国去了，在那边要找对象了。说林书豪有可能被凤姐看上，为啥？他符合凤姐的标准呢？凤姐要求自个儿男朋友哈佛毕业的，林书豪跟奥巴马一样，哈佛大学毕业的。第二个，身高1.9米以上，林书豪正好1.91米啊。就第3个条件不符合。凤姐要求第3个条件，她男朋友得是100万美元年薪，现在林书豪才挣76万。不过不用着急，下个赛季我相信林书豪绝不只挣76万，肯定会达到凤姐的标准。到时候凤姐跟林书豪，这就没法看了。林书豪不知道能不能躲过这一劫。反正咱不管怎么说林书豪吧，我做这期节目是非常痛快。为什么呢？体育评书啊，我已经很长时间不说了。做这期让我找回了久违的说体育那种痛快的感觉。对我来说，林书豪起码是给我带来了快乐。